云此上映出这怀金岛屿的红楼。三个、四个，怎么这么多呀？姥姥，这个杯可没有吃一个的礼。那么可气！我们家是因为没有这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它。姥姥既要好容易寻了出来，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的。我就吃这小的吧，我就吃这个小的。这个可不行，来拿给我来。好姑奶奶，那个我可不敢呐，你快饶了我吧！好姑奶奶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说吧。好姑奶奶，你就饶了我吧！姑奶奶，说是说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这头一杯吧。哎，对，好的。终归上了年纪，经不起。是，这个，我就来这一杯。姥姥，这个杯也太小了。不，你们说是不是太小了？姥姥，这样吧，那我喝这个吧。不行，我这个不行，那就喝这个，最大的，就喝这个，姥姥，我留着下去慢慢喝这大的。好吧，这个总行了吧？不能喝这么多呀！姥姥，你就喝吧，你以前不是会喝酒吗？这孩子，这有点出来了，这滚一边了。我没说这小姥姥会喝，我什么时候会喝酒啊？姥姥，我都看见你喝。好了，板儿都说你会喝了，你就喝吧。姥姥会喝。喝吧，你就喝这个吧。喝吧，姥姥，你就喝吧。哎呦，快喝吧。那我就喝。慢些，不要呛我。慢些，姥姥。慢些。没想到姥姥。给万岁啊！好了，切勿再灌姥姥酒了，快些上菜吧。姥姥，我饿了。姥姥想吃什么，说出名来，我煎了喂你。我知道叫什么名儿啊，都是好的。你把这茄想煎些喂它。是。来，姥姥，尝尝我们的茄子。你在家呀，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？你别唬我了。茄子要是这个味儿的话，我们回去都不种粮食，就光种茄子了。刘姥姥真的是茄子。姥姥没哄你，真是茄子做的。是茄子，姥姥。真是茄子啊！真的是茄子啊！可不是吗？你瞧瞧。那我白吃了半天。姑奶奶，再喂我点儿，我这回要细嚼嚼，细嚼嚼。再尝尝。
行。有点茄香，还是不大像。姥姥，我也想吃。来，也给你尝尝。来，哎，姑奶奶，你们这是什么法儿弄的？我明儿回去也弄去。这个也不难，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切了，皮还得切喽。可不是嘛？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，再拿鸡油给它炸了。什么油？鸡油。鸡油。还有呢，用鸡脯子肉、并香菌、青笋、蘑菇、五香土干、各色干果子都要切成碎丁子。都切成碎丁了。是啊，还有呢，拿鸡汤给它煨干。整只鸡啊？是啊，还要用香油一收。多少香油？还有呢，外加糟油一半。糟油？糟油？姥姥，你别忘了，要盛在瓷罐子里，封严实了。封还得封上。可不是嘛，封得严严实实的。要吃时啊，再给它拿出来，拿炒的鸡瓜一拌就是了。鸡瓜？我的佛祖啊，倒得10来只鸡配它呢。怪不得它是这个味儿呢。真谢了，多吃点儿。好吃吧，姥姥？哎呀！哎呀！李妹妹，你快看看刘姥姥。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，如今才1牛耳。当下，贾母等吃过茶，又带了刘姥姥绕过凹晶溪馆，走至山坡下。顺着山脚刚转过去，已闻到檀香扑鼻。抬头一看，竟已走到妙玉的栊翠庵。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，冲了罪过。我们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去。这妙玉本是苏州人士，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，因自小多病，买了许多替身，皆不中用，到底入了空门，方才好了，所以带发修行。如今父母俱已亡故，身边只有2个老妈妈，一个小丫头服侍。我不吃陆安茶。知道，是老君梅。用的是什么水？是9年捐的雨水。你来尝尝这个茶。哎，好是好啊，就是有点淡了，再熬浓点儿就更好了。
好啊，骗你们吃梯级茶呢。你又赶了来吃茶吃，这儿并没你的。有没有？我也吃定了。江南用过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到外头去吧。哎，这个茶杯虽然脏了，白撂了岂不可惜了？依我说，不如给那个贫婆子吧，她卖了也可以度日。你倒可使得。杏儿的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，若我使过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她。你要给她，我也不管你，我只交给你，快拿了去吧。自然如此了。黛玉一旁会意，知道刘姥姥吃了那杯子，妙玉嫌脏，不要了。妙玉另拿出2只杯来，一只形似帛而小，有3个垂珠篆字，卷着点西桥；那一个旁边有一耳，杯上卷着搬袍甲3个字，后有一行小真字，是晋王凯珍碗，又有宋元丰5年4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。妙玉递与宝钗，又斟了一瞧与黛玉，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常言啊，世法平等，他们2个却用那样的古玩奇珍，我这个就成了俗气了。这是俗气，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气来呢。俗说啊，随香入香，到了你这里啊，就算是那些金玉珠宝，也一概贬为俗气了。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一只9曲10环120节盘球整雕竹根的一个大海出来。就剩了这个，你可吃得了这一海？吃得了。你虽吃得了，也没这些茶糟蹋。岂不闻1杯为品，2杯既是解渴的蠢物，3杯便是一牛一骡了。你喝这么一海，变成什么？你这招出的茶是偷他2个的福，赌你来了，我是不给你吃的。我深知道的，要不我也不领你这个情，只谢他2人便是了。这话明白。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吗？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吗？这是5年前我在玄门潘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供得了那鬼脸青的花瓮1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。今年夏天才开了，我只吃过1回，这是第2回了。你怎么连水也尝不出来呢？旧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？如何吃的？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，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、李纨和众丫鬟婆子尾随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薛姨妈也就辞了出去，王夫人便也趁空歇着。又见鸳鸯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，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。哎呀，这是个大庙啊！阿弥陀佛。笑什么？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得呀。我们那儿啊，这样的庙宇最多了，都是那大牌坊，那字儿就是这个庙的名字啊。那你可认得那是什么庙？这不，玉皇
宝殿。宝殿。给我点草纸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受不了。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，她脾气不与黄酒相宜，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，发渴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泄起来。蹲了半日方完，急出侧来，酒被封尽，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得眼花头眩，辨不出路径。芳儿，鸳鸯，芳儿。刘姥姥晃晃悠悠顺着花帐走了来，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，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，只有7、8尺宽，石头砌岸，里面碧流清水流往那边去了。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，刘姥姥便夺石过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，只见有一房门。刘姥姥先连进了房门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键平炉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。忽然，迎面一个女孩满面含笑迎了出来。那姑娘们把我丢下来了，我这个碰头碰到这儿了。姑娘好。我原来话也有这么活脱出来的。刘姥姥刚从屏后得了门转去，只见她亲家也从外面迎了进来。亲家母，你是想这几日我没有回家去，找我来了吧？哎，是哪个姑娘把你带进来的？啊？哎呀，你好没见识哦！看人家园子里的花好，没死命的带了一头。哎，听说有些大户人家有那个大的穿衣镜，哎，是我在这个穿衣镜里了吧？亲家母啊，这镜子原来是西洋机库，可以开合。
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奇力巧合，便撞开消息，开门！掩过镜子露出门来。开门！宝儿，宝儿，咱们怎么回家呀？宝儿，你怎么往回走？我这也出不去了。刘姥姥正在慌张之时，忽见面前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。她此时又带了7、8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歪身就熟睡在床上。众人各处搜寻，不见刘姥姥。袭人夺其道路，一面想，一面回来。谁知那几个房子里的小丫头已脱空玩去。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姥姥醒醒，姥姥，哎呀，姥姥，姑娘，我失措了。姥姥，没事儿，来，姥姥来。我没有弄脏了床帐，没有弄脏，没弄脏。姥姥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就说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个盹儿。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啊？这么精致，我还以为到了天宫了呢。哎呀，这个宝二爷的卧室。哎呀，姥姥，快随我出去吧。姥姥这边请。明儿一早，定要家去了。快过来坐吧。虽住了2、3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、没吃过的、没听见过的都经验了。难得呀，老太太和姑奶奶，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是那么怜贫惜老的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以后，没别的报答的，唯有多请些高香，天天为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，就算我的心了。你别喜欢，都是为你。老太太也被风吹着了，躺着说不好受。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，在那里发热呢。我们大姐儿因为来找我，太太递了块糕给她，谁知风地里吃了，竟发起热来。小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，生地儿，小人儿原不该去的，比不上我们的孩子，会走了，哪儿的坟地里都敢跑。一则风谱了也是有的，二则只怕他身上太干净，眼睛也净，或者遇上了什么神了。依我说呀，给他瞧瞧岁数本子，仔细篆刻着了。平儿，把《玉匣记》拿出来，让彩明翻查念诵。
8月25日，病者从东南方得遇花神，用五色纸钱40张向东南方40步送之，大吉。果然不错，园子里可不是花神吗？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快叫人请2份纸钱来，一个与老祖宗送岁，一个与大姐送岁。是。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，我这大姐儿时常啃病，也不知是什么缘故。这也是有的事儿。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啊，都太娇嫩了，自然是经不起一些委屈了。他小人家过于尊贵了啊，也经不起。姑奶奶，往后啊，你就少疼他些就好了。这也有理，只是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，你给他取个名字，一则借借你的寿，二则你们是庄稼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。你们贫苦人起的名字，只怕能压得住他。他几时生的？正是这生日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7月初7日。这个好啊，那么就叫他巧哥。这正是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的法子。姑奶奶，定要依我这个名字，他必长命百岁。日后大了，个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什么不随心的事儿啊，必然是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却从这个巧字上来。只保佑他应了你这句话就好了。平儿，明儿咱们有事儿，只怕不得闲。你这空儿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，她明儿一早也好走得便一些。这2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来的，如今啊，这1条里头是2斗玉田精米，熬粥是难得的。这1条里头是果子和干果子，这是你昨日要的青纱1匹。奶奶另外送你一个10弟子月白纱做礼子。哎，阿弥陀佛。这是2个剪绸，做袄呀、裙子啊都好。这个包袱里啊是2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这盒子里是各样内造的点心，哎呀，有你吃过的，也有你没吃过的，拿去摆碟子请客，比你们买的强些。真是的。这是8两银子，是我们奶奶给的。这2包，一包是50两，一共是100两，是太太给的。叫你拿去置几亩地，或者做个小本买卖，以后啊，别再求亲靠友的。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是2件袄和2条裙子，还有4块包头。1包绒线可是我给姥姥的，衣裳虽是旧了点儿，倒也没大很穿。姥姥要是嫌弃，我就不敢说了。姑娘说哪儿的话呀？这么好的东西，我还弃嫌呢。我要是有银子啊，都没地方去买呀。哎，我就是臊得慌。你说收下吧，不好啊；不收吧，又怕辜负了姑娘的一片心。休说外话，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样的。姥姥，你尽管收了吧，我还要和你要东西呢。啊，说。到了年下，你只管把你们晒的灰条菜干子、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芦条都带下来，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别的就不要了，别枉费了心。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了就放在这里。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估辆车给你装上，不用你费一点心的。你说这刘姥姥可真有意思。是啊。第2天清早，送走刘姥姥，宝钗等吃过早饭，回园至分路之处，宝钗便叫黛玉跟她来，有一句话问。黛玉便同了宝钗来至恒芜院。平儿，你跪下，我要审你。你瞧，宝丫头疯了吧？审我做什么？好个千金小姐，
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，满嘴里说的是什么？你只实说便罢。哎呦，我何曾说什么啊？你不过是要捏我的错罢了。你倒说出来，我听听。你还装憨？昨儿行酒令的时候，你说的是什么？我竟不知哪里来的。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来昨儿诗语检点，那《牡丹亭西厢记》说了2句：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中间锦屏颜色俏，纱窗也没有红娘报。好姐姐，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，你教给我，我再不说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听你说的怪生的，所以请教你啊。好姐姐，你不要告诉别人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了啊。宝钗见他羞得满脸绯红，满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追问。你当我是谁？我也是个淘气的，从小7、8岁上也够个人馋的。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，祖父手里也爱藏书，先是人口多，姊妹弟兄都在一处，都怕看正经书。弟兄们也有爱诗的，也有爱词的，诸如这些西厢、琵琶以及猿人百种，无所不有。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，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。后来大人们知道了，打的打，骂的骂，烧的烧，才丢开了。所以咱们女孩家不认得字的倒好，男人们读书不明理，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，何况你我，就连作诗写字等事，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，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。男人们读书明理，辅国治民，这便好了。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，读了书倒更坏了。这是书误了他，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。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，倒没有什么大害处。你我只该做些纺机针织的事才是，偏又认得了字。既认得了字，不过捡那正经的看也罢了，最怕见些杂书，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。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，心下暗服，只有答应是的一字。2位姑娘来了。你们可来了。嫂子，嫂子，知道吗？这社还没起，就有脱滑的了。4丫头啊，要告1年的假呢。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，又叫她画什么园子图，惹得她乐得高价了。也不要怪老太太，都是刘姥姥一句话嘛。她是哪门子的姥姥？只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。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。幸好凤姐姐不认得字，不大通，不过一概是世俗取笑，更有平儿这粗匣嘴。她用春秋的法子，将世俗粗话搓其要，删其繁，再加润色比方出来，一句是一句。这母蝗虫3个字，把昨儿的刑警都现出来了。可不是，当时姥姥还说大火烧了毛毛虫。你这么一注解，也就不在他们2个之下了。我啊，今天请你们大家来商议商议，给4丫头多少日子的假？我给了她1个月，她嫌少，你们怎么说？一个月够长了吧？我觉得刚好，那就2个月吧。我觉得1个月刚好够了。这园子啊，盖才盖了1年，如今要画，可不得2年的功夫呢。2年也太长了。是啊，你们瞧瞧，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笔，又要铺纸，又要着颜色，又要还要怎样？你快些说呀！又要照着这个样子慢慢的画。
可不得2年的功夫呢。2年，四妹妹，那你还回来看我们吗？妹妹，你就不出屋子了？又要照着这个慢慢的画，这落后一句最妙了。所以你们细想昨儿那话，虽然可笑，回想却是没味儿的。你们再细想平儿这几句话，虽然是淡的，回想却有滋味儿。又是这个，又是那个，这母蝗虫用的极妙呢，我都笑得动不得了。都是宝姐姐，赞得她越发逞强，这会子也拿我取笑。那我且问你，你是单画这园子呢，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上呢？原说是只画这园子的，昨儿老太太又说单画了园子成个房样子了，叫连人都画上，就像行乐似的才好。我又不会这宫戏楼台，又不会画人物，又不好驳回，正为这个为难呢。人物上倒还容易，你草虫上就不能了吧？草虫？你又说不通的话了。这个上头哪里用得着草虫？或者狸毛倒要点缀1、2样。别的草虫不画上啊，也就罢了。昨儿母蝗虫不画上，岂不缺了点？你快画吧，我连提拔都有了，起个名字就叫邪皇大脚图。快起来！林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摔哪儿了？摔倒了，屁股上。你瞧瞧，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教道理呢，你反找我们大玩大笑的。你们听听他这刁话，他领着头脑引着你们笑了，反头赖我的不是。真恨得我啊！只保佑明儿你就得一个厉害婆婆，然后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，试试那会子你还这么刁不刁了？好小子，咱们就放他1年的假吧。我有一句公道话，你们听听。是什么？藕丫头虽会画，不过是几笔写意，如今要画这园子，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秋鹤的才能成画呢。依我看来，竟难得很。这1年的假又太长，1月的假又太短，倒不如给他半年的假，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，并不是为了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，那就更误了事儿了。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难安插的，宝兄弟就好去问问那绘画的相公，也就容易了。这话既是，甄子亮的宫戏楼台就极好了，陈日兴的美人是绝技，如今就问他们去吧。我说你是无事忙，说一声你就问去，等大家商议定了再去。我且问你，你先拿什么画呀？家里有雪浪纸，又大又脱墨。我说你不中用，那雪浪纸写字画、写意画，或是绘山水的画，南宗山水，脱墨金的村搜，拿来画这个又不脱墨又难吻，纸也不好，画也可惜了。我何曾有这些画器？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罢了，就是颜色只有赭石、广花、藤黄、胭脂这4样，再有不过就是2支着色的笔就完了。你不该早说，这些东西我却还有。我今儿替你开个单子，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。只怕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。我说着，宝兄弟你来写。哎，头号排笔4支，2号排笔4支，3号排笔4支，大染4支，中染4支，小染4支，大南蟹爪10支，小蟹爪10支，须眉10支，大着色20支，小着色20支，开面10支，柳条20支，大小乳钵4个，大粗碗20个，5寸粗碟10个，3寸粗白碟20个，风炉2个，砂锅大小4个，新瓷管2口，新水桶4只，1尺长白布口袋4条，蒲炭20斤，柳木炭1斤，3屉木香1个，10地沙1丈，生姜2两，酱半斤，再加铁锅1口，锅铲1个。这做什么？你要了生姜和酱这些佐料，
我替你要铁锅来，好炒颜色吃啊。你哪里知道，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，不用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了，一经了火是要炸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你瞧瞧，画个画又要这些水缸箱子来了，想必他糊涂了，把价整单子也写上了。宝姐姐，你还不快拧了他这张嘴，瞧瞧他编排你的这些话。不用问，狗嘴里还有象牙。宝姐姐，饶了我吧！好姐姐，饶了我吧！你不饶我，我还求谁去？好了好了，说的好可怜见的，连我都心软了。宝姑娘，快饶了他吧！这回可就先饶了你。到底是姐姐，要是我再不饶人的。怪不得老太太疼你，众人爱你伶俐。今儿啊，我也怪疼你的了。过来，我替你把头发拢一拢吧。话说王夫人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不过着了些风寒，不是什么大病，请医生吃了2剂药也就好了，便放了心。因命凤姐来吩咐她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。正商议着，只见贾母打发人来请。王夫人忙引着凤姐过来。太太，昨儿可把老太太吓着了，也不知这会子怎么样了。老祖宗，老太太，这会子可又觉得大安些。今日可大好了，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，我尝了一尝，倒有味儿，又吃了2块肉，心里很受用。这是凤丫头啊，孝敬老太太的，是她的孝心，不忘了老太太素日疼她。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结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订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
好意思是今